人千面不能只靠嘴说，我做了一套衡量框架，拿诚意当样本跑了一遍。3，就一个数字3。一个演员在同一届电视剧奖里，3部题材完全不搭边的作品同时入围，一个是江湖侠客，一个是朝堂权谋，一个是仙侠志怪。你把这3个角色摆一块儿，你几乎看不出是同一个人在演。今天这期我想借这个3认认真真聊2件事。第一件，这个奖班采罗奖，它到底是个什么级别的奖？第二件，也是我更感兴趣的，一人千面这4个字，咱们天天挂嘴边夸演员，可你有没有想过他到底该怎么量？你猜怎么着？我最近就在琢磨这个事儿，越想越觉得有意思。那个3部入围的演员是程毅，但我先说清楚啊，这期不是粉丝向的彩虹屁视频，我是把它当成一个特别合适的样本来用。为什么合适？后面你就懂了。行，咱们一层一层来。第一层，先说你表面能查到的班采罗奖，它是个什么东西？全称叫新时代国际电视节班采罗奖，总部在澳门，由中国香港和澳门的主流媒体联合主办，背后还有中国娱乐产业研究院、中国电影研究院这些机构做战略支持。它评的是华语剧集，评选范围是两岸4地、内地、台湾、香港、澳门主流电视台和视频网站播出的剧。奖项数量还不少，我查了一下第5届，光那一届就颁了20个奖，什么最佳男主、最佳女主、最佳古装演员、最具突破、最具实力、最具影响力，分得特别细。第5届的入围剧集有60部，题材从当代农村、教育、刑侦，一直到古装、志怪、谍战，铺得很广。这个电视节是2019年第1次办的，到今年是第6届班采罗奖，所以它确实是个年轻的奖。这个年轻是理解它的钥匙，记住这点，咱们下一层用得上。好，第2层，媒体一般不会跟你掰扯的部分，这个奖在整个华语剧奖项的生态里到底站在哪个位置？你想想看，咱们一提电视剧奖，脑子里冒出来的是哪几个？飞天奖、白玉兰奖、金鹰奖，对吧？这是公认的国内3大奖。但这3个其实也不是一回事。我捋一捋啊，飞天奖盖章的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，这是政府奖，正部级单位。金鹰奖，中国文联盖章，带观众投票。白玉兰呢，是上海电视节的奖，走的是专业评审、国际化路线。你看，光这3个定位就已经天差地别了，一个是官方导向，一个是观众缘导向，一个是专业评审导向。那班采罗奖搁哪儿？它不在这个传统3大奖的体系里，它走的是另一条路，总部设在澳门，主办方明摆着是想借澳门的地缘优势，借一国两制和大湾区的政策，把华语剧往海外推。说白了，它的定位是文化交流和海外传播，不是跟飞天、白玉兰去抢那个国内最权威的位置。所以这里我得说一句，而且这句很重要，奖项之间很多时候不是含金量的高低，而是分工的不同。你拿一个主打海外传播的新兴奖去跟一个正部级官方奖比谁更权威，这个比法本身就错了。就像我打个比方，这就像拿奥运金牌去跟一个国际友谊赛的 MVP 比，赛事性质都不一样，比不出名堂。那对一个演员来说，入围班采罗奖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一个面向海外、汇集两岸4地剧集的评委体系，把你的作品挑进来了。这是个第3方的、客观的认可信号。它不是粉丝刷出来的，是评选机制选出来的。这个意义跑不掉。哦，对了，这里我得补一句，我知道网上对新兴奖项总有些不同声音，有人觉得年轻奖项分量轻，但你换个角度看，任何一个现在的大奖，当年也都是从年轻过来的。白玉兰第1届的时候，也没人觉得她有今天的地位。所以年轻不等于不值，它只是还在积累期。这个判断我倾向于这么看，但不绝对，后续这个奖怎么走还得看时间。行，前2层是铺垫，第3层
才是我今天真正想聊的，一人千面。这4个字，你刷剧评、刷热搜，天天能看见。夸一个演员演技好，张口就是一人千面剧抛脸。可是你别说，我还真较了个真，这词到底怎么量？多少张面才算千面？饰演的角色多就算吗？那一年拍10部剧，演10个性格差不多的霸总，算不算千面？不算，对吧？你直觉上也觉得不算。所以一人千面背后，其实藏着一套没人明说的衡量标准。我试着把它拆出来，搭了个框架。这个角度我也是最近才想到的，不一定全对，你们比我懂得多，我抛砖引玉。我觉得至少有5个维度。第一个，题材跨度，不是你演了几部，是你演的几部离得有多远。古装、现代、悬疑、仙侠，跨度越大，面越多，都在一个类型里打转，演得再好也是一面精，不是千面。第二个，性格反差，同样是男主，一个是英质枭雄，一个是热血少年，这俩中间的距离就是反差。反差越大，对演员的要求越高。第三个，我管它叫同期密度，就是这些反差极大的角色，是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爆发出来？隔5年演一个新类型，那是慢慢转型，1年之内3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一起出现，那才叫千面的爆发力。这个维度特别关键。第4个，剧抛程度，观众看完这部，记住的是角色还是演员本人？如果你每个角色观众都得反应半天这是同一个人，那剧抛就成立了。第5个，辨识度的切换成本，说白了就是他从 A 角色切到 B 角色，观众需不需要重新适应？需要重新适应，说明他真的换了张脸。你看，这么一拆，一人千面就从一句口号变成了一个能验证的东西。他不该是粉丝说了算，也不该是黑的人说了算，是这套框架说了算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拿谁来跑一遍这个框架？这就回到开头那个3了。第4层，这一切意味着什么？2026年6月5号，第6届班彩罗奖入围名单公布。成毅的3部作品《富山海》《长安24季》《天地渐心》全进了。网易娱乐那边的原话我印象里是说，这3部题材风格迥异，他精准驾驭江湖侠客、朝堂谋士、仙侠人物等反差极大的角色。等会儿这个具体措辞我得保留一点余地，大意是这样。咱们把这3部套进刚才那5个维度里跑一遍。题材跨度，江湖、朝堂、仙侠3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跨度拉满。性格反差，侠客、谋士、志怪人物，内核完全不一样。同期密度，这个是重点啊，3部一起入围同一届，这就是典型的短时间集中爆发。这一项数据是硬的，不是我夸。更狠的还在后面，光是富山海这一部里，他就一人分饰3角。等等，我把这个说准确点，现代的社畜萧明明，少年侠客萧秋水，还有枭雄李晨舟，一个颓废，一个热血，一个阴质。这就不是3部戏3张脸了，这是一部戏里3张脸。你把这个再套进剧抛程度和切换成本，观众在同一部剧里得跟着他在3种人格之间来回切。所以你回头看那个框架，5个维度，他这一波基本是全项命中。这不是我站队夸他，这是把客观事实填进格子之后自己得出来的结果。说实话，我做这个对照表的时候还愣了一下，因为很少有演员能让一个抽象框架的每一格都填得这么满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剧抛路线其实是慢工出细活，它不是流量打法，不靠一个爆款角色吃10年，它是一步一步地换脸，一步一步地攒口碑。这条路慢，但是走得稳，火候到了，味道自然就出来了。行，长话短说，咱们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。我开头问了2个事。第一，班彩罗奖什么级别？我现在的答案是，它是一个定位清晰的、面向海外传播的新兴华语剧奖，你不该拿它去和官方3大奖比高低，而该看它作为一个独立评选体系，把谁挑进来了。第二，一人千面怎么量？
我给了你一套5维框架，题材跨度、性格反差、同期密度、剧抛程度、切换成本。那回到那个3，一个演员，3部反差极大的作品，同一届入围，其中1部还一人3角。把它放进框架里，你会发现这个3不是个巧合的数字，它是一人千面这4个字，难得有这么一次被实打实的填满了。这套框架肯定还不完整，你心里要是还有别的衡量维度，我特别想听，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一人千面还该加上什么？咱们一块儿把这个框架补完。今天这期就到这。